大家好，我是大伟。俗话说的非常好啊，叫做百念不如一斗，十斗不如一晃。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个道家非常牛的动作，叫做晃功。那么这个晃功呢，其实它看起来很简单，无非就是人在原地不断的摇晃。但是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它不仅在摇晃的过程当中能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更能够让我们身上的气血循环加快，而且还能锻炼到我们平常锻炼不到的精细的一些肌肉群体，让这些群体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维持我们整个身体的平衡。所以呢，这个动作也被称之为叫做长寿功。中老年朋友们只要练一练，你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之处。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动作。晃功并不难，咱们先讲一下动作要领咱们首先要把两腿分开，和我们的肩膀一样的宽。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把我们的重心小腹收紧，重心微微向下沉。从侧面看一下，腿部是微微的带着一些弯曲。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慢慢的向前、向后、左右开始进行一个晃动，不断的晃。刚开始练习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身后一定要有一堵墙，因为你往前，你腿可以往前撑一下。如果你不稳了，往后你没有一堵墙，就怎么样？不好了。有一堵墙，人能靠住，没有什么关系，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慢慢的这样去做。刚开始的朋友们可以把手放在前方，保持一个稳定性，看着非常简单，是不是？我们从侧面看一下你看晃的时候人是往前的，你看先往前去练习，然后慢慢的摇晃过来，好，慢慢的怎么样？把我们的幅度加大不断的加大我们的幅度，就这样前后左右的晃，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不然大家看得不清楚慢慢的晃，一来一回，脚呢尽量是什么呢？感觉到就是贴在地面上，你不能说你一晃往后晃，脚跟提起来了，这样就不行所以我们晃的时候，身体重心往下，腹部收紧，看似是一个细微的动作，我告诉大家，实则你的身体上面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力。咱们首先说往前，人在往前晃的过程当中，你看一下，你摸摸你的后背，摸摸你的后腰是不是绷得紧紧的？你的臀腿部是不是感觉到紧紧的？包括你的小脚趾脚趾也感觉在抓着地，腹部收紧然后慢慢的再摇晃回来。你们可以把手放在腿上，自己感受，在晃动的过程当中，这个腿上是持续发力的，肌肉就开始不断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晃向任何一个角度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极限。那么在极限的过程当中，为了维持这种平衡，我们的身体会大量的调动肌肉参与到其中，这个动作都不用控制你只要保持住腹部收紧，整个人晃动起来就行。手在腹部，你也能感觉到你的腹部肌肉逐渐的参与进来。随着你晃的这个熟练度的增加，幅度越来越大，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你的整个腹部参与进来的也越来越多，因为它叫做核心。所以呢，我们刚开始是往前尽量多晃，慢慢的身体往后逐渐的控制住，往后开始进行怎么样晃动逐渐控制住。这个时候你的肌肉就已经参与进来了。这个动作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尽量去做上一个正反10下。比如说我们正着画圆，我们转上一个10圈，然后反着再绕回来，再怎么样转上一个10圈。记住，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你的整个腹部胯部为一体带着去晃千万不要怎么呢就变成扭屁股了，人在这摇，那就不行了整个过程当中腹部是发力的，练完以后你的腿、你的臀、你的肩膀都会感觉到怎么样，越晃越热，经络逐渐打开。这就是我们讲晃功的一个魅力。练着练着你就会喜欢上这个动作。每天我们可以饭后的时候晃一晃，也可以什么时候呢？就是你想运动的时候，也不想出门，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它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养对于我们的整个循环代谢，对于我们的经络也非常的好。好了，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到大为讲得非常好，这个动作对你有帮助的，你一定要为大为点上一个赞，把下面的评论留下有用2个字，因为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呢有一个动作叫做晃弓，这个动作啊真的非常的厉害，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非常友好。而且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通过这个动作都让自己的身体啊强壮起来了。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好呢？因为你只要简简单单的晃上一个10下、20下，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基本上都能锻炼到。你要记住一句话，叫做百念不如一抖，百抖不如一晃啊。这个晃弓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不给大家卖关子，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然后如果说你以后啊喜欢这个吃完饭去散步的，咱们也别散了，每天晚上饭后30分钟就在家里面晃一晃。日常当中没事的时候，也不想出门锻炼的，也在家里面晃一晃。只要把这个动作坚持下来，它的好处你自己就知道。咱们接下来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感觉视频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将会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讲解动作。晃弓这个动作，咱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啊，背后要贴着一堵墙，这堵墙大概和你有2个脚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防止你在晃的时候没晃好，一下没站稳，人靠着墙没什么事啊。所以我们在开始学的时候，你记住啊，双脚分开，比我们的肩膀啊略宽一些。然后呢，我们把手啊像抱着一个大西瓜一样啊抱住，抱着一个西瓜啊，或者抱着一个树都行，把你的手肘啊不要下沉，抬起来。好，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慢慢的从我们的前往后这么去摇。在摇的时候啊，幅度不用大，刚开始你在摇的时候小范围去摇就行了。那么我们在摇的时候呢，像小范围的这种摇，我们手都不用架起来，你可以把你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腿部，你来感受一下你身体的变化。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小的精细的这些群体啊，它平常啊不一定能参与到你整个运动当中，但是这些小的肌肉群体呢，它又是负责咱们整个身体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越到老你会发现啊，大的肌肉群的力量开始衰退了，小的这些负责稳定协调的这些肌肉呢，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晃的时候是保持什么呢？就是让你看慢慢的晃。让你保持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在这个可控而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小的肌肉群体在不断的调动起来。所以呢，我们把手可以放在腹部，你会发现你在晃动的时候，你的腹部啊会自然而然的收紧，自然而然的开始有一种向内绷紧啊，包括你能感觉到里面肌肉发力的感觉。你把手放在腿部，腿上也会有这种感觉，手放在后腰处，你看这么晃。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它会不断的参与进来。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慢慢的去晃动，不断的开始加大你晃动的幅度，就这样去做，慢慢的开始把手保持一个抱圆的状态，保持一个平衡。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身体千万不要说你一晃了这个脚，你看不稳往前了，或者不稳往后了，这样都是不行的。我们宁愿把幅度晃小一些。晃慢一些，我们就这样去练。晃完以后，比如说顺时针咱们晃完了，在逆时针晃上一个10下，保持2侧是相同的一个晃数，就这么慢慢的去晃，感受你的甚至能感觉到你的脚底、脚趾都没有地方着力，然后你的脚趾就会不断的发力抠地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脚趾其实在我们整个走路的平衡当中参与也非常多，所以在做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我们的脚到我们的腿，再到我们的腹部，都会慢慢的发酸，这就是晃弓。慢慢的晃，慢慢的做，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晃动的一个频率晃动的幅度，慢慢的增加，慢慢的练习。这个动作非常的棒，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记好了，然后每天坚持跟着我去做，每天做上3分钟，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真的是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了，我是大伟，是大家的好朋友，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传统锻炼当中有个功法叫做晃弓，我们听过有一句话叫做百抖不如一晃，就是讲的这个晃弓。晃弓这个动作呢，晃起来以后会感觉怎么样？松松垮垮的。但是你在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全身上下不由自主的都会发力。所以呢，你把这个动作放到每天的时候，咱们晃一晃，或者是我们饭后的时候就这么晃一晃，你会发现非常的棒，胜过百步走。这个晃弓的动作，我马上会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同时呢，如果你感觉有用的话，
话，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现在开始讲动作。那么晃弓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很简单，注意2点。第一个是腹收紧，第二个是腿微微的下沉。然后在我们身体沉下来以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往前倾，身体进行一个有律动的这么去晃顺时针去晃。晃的时候这个脚底尽量不要去离地，你不能晃着晃着人就怎么样往前冲了所以呢，你在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断的是怎么样你的腿部、你的腰部、你的脚趾都在发力我们就这样去晃，手可以再放在前方，像抱着一个大水缸一样，就这么慢慢的晃，顺时针咱们晃一个10下，然后逆时针。对不对？咱们再晃一个10下，就这么晃你把这个动作安排在咱们的饭后的时候，30分钟以后就开始做。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腿上面有强烈的发力感，脚趾上面也有发力感，腰腹部都会有发力感。这是一个能锻炼我们全身的动作晃弓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棒。咱们很多朋友对这个动作不了解的，你们在做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你会发现人在晃的时候腹部的发力感，它的里面一硬一硬的就发力感就出来了。腿上也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晃弓把这个晃弓练会，每天去做上一个左右顺时针、逆时针各10下、20下为一组，然后休息一会儿再换一组就可以了晃弓这个动作练好了，不仅我们脾宝宝、胃宝宝特别的喜欢，而且整个人的精气神全部都上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锻炼全身不一定非要动起来，其实晃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以前有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百练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讲的就是道家的晃弓。这个晃弓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人微微的晃动，看似好像没有怎么动，但是其实全身的肌肉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这个晃弓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锻炼的。你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下盘不稳定，走路容易跌倒。而且很多朋友身上的肌肉，特别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小精细的肌群，它往往是锻炼不到的。而通过这个晃弓的练习，就能够很好的锻炼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能力给它激发出来。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把视频收藏起来，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内容。那么首先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晃弓我侧着给大家看一下，双腿分开，稍微大一些，比我们的肩膀一定要宽。然后呢，把我们的腹部向内收紧。刚开始做的时候，双手抱腹，整个身体就开始怎么样？微微的，先是一个小小的晃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晃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因为我的脚目前还没有到极限。你会发现，当你晃到极限的时候，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你的脚开始感觉勾不住地了比如像这样勾不住了，那就是快到你的极限了。我们新手刚开始练习这个晃弓的时候，一定要背靠着墙，就是我这个背后要有一堵墙，把安全放在首位。如果说你没晃好，后面一靠有一堵墙，不容易跌倒这个是重要的事项，我们放在前面去说。所以呢，我们在晃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幅度从刚开始的小变成怎么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慢慢的腹部收紧呢，手可以抱成一个圆，慢慢的晃感受这个身体当中的发力。顺时针晃完以后咱们侧着看，逆时针再晃它有顺时针和逆时针的。你顺时针晃10下，逆时针也要去晃10下，就这么慢慢的晃。在晃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就这么一个动作就能锻炼全身吗？没有错，你把手放在我们的腿部，感受一下，你会发现随着你的身体向不同部位的一个晃动，腿上的肌肉会在不同地方发力你的手指这么放，你就能感受到你的肌肉其实一直是在紧绷的。然后呢，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也可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身体越往前或者越往后，它的腹部是不断的就有一个像起伏一样的感觉不断的发力。这是什么？调动了你的核心的肌肉群体。
然后呢再放在我们的背部，放在我们的这个手部都能有感觉啊。其实为什么？其实我们在每次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是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在这个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就会本能性的调动一些大量的肌肉群。就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走路走得好好的，被绊了一下，你会发现接下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协调动作，就不是经过这里思考了，是你的身体自动去协调。那晃功也是，每一下都接近于你的极限，我们就这样不断的晃，不断的感受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肌肉调动能力强了，晃动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大。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肚子要把它收紧。你千万别挺着一个肚子这么晃，这就是扭腰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手抱圆，慢慢的进行一个晃动，人往后靠感受到这个感觉，慢慢的来。这个就是晃功，道家的晃功。有的朋友说腿要不要把它弯曲不用弯，微微的弯曲就可以了，稍微微的弯曲一些就可以了这个晃功把它学会了以后，咱们每天去练。你可以在饭后30分钟的时候去晃一晃，你会发现比去走路散步还要棒。也可以日常当中早上没事的时候晃一晃，这么一晃下来，你会发现身上开始发热、出汗，都是非常好的。你记住在大伟这里只给大家分享干货，好的动作。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一波。关注完以后有更多的宝藏内容等着你发现。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饭后晃一晃胜过千步走。道家呢有一个功叫做晃功就这么晃。你看似很简单，其实你在晃的时候你全身上下都在用力，可以极大的增加我们的一个协调能力和一个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慢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在家练习，而且练完以后身体发热，感觉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自古以来都有一句话叫做百练不如一斗，10斗不如一晃这么一说。所以晃功呢，像我们平常吃完饭以后，饭后20分钟、30分钟，你不想出门散步，你就这么晃一晃就行。但是晃功看起来简单，里面还是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去琢磨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晃功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同时有用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动作。那么这个晃功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咱们把双腿分开，比我们的肩膀略宽一些，然后把我们的腿部稍微的屈一些就行，不要绷直，稍微的屈一些，腹部收紧可以把双手抱紧你的腹部，把它收紧，然后整个人就开始进行一个前后轻微的一个小小的晃动。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晃。刚开始你晃的时候我们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刚开始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趾是一直在用力的。因为当我们往前的时候，如果你的平衡不好，就会怎么样？就会往前跌着。所以呢，此时压力全部在我们的脚趾上，那么脚趾就会发力。脚趾你别看它小，但是在我们的走路过程当中，或者我们的稳定过程当中，你没这5个小脚趾它就不行。所以呢，我们在晃的时候，你看脚趾首先练到了，然后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大腿两侧，放在你的腹部，你会发现在晃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你的身体不同的肌肉就会发力，而且这些发力它和我们日常的跑步发力还不一样。这种发力更像一些精细的肌群之间的协调，因为它为了保证你的稳定性，我们慢慢的，如果说你在晃的过程当中能保持腹部内收，整个幅度能越来越大，我们就可以把手往前环抱，像抱着一个大水缸一样，就这么慢慢的晃，慢悠悠的晃，这个腿微微的弯曲，脚后跟呢尽量不要离地就这么晃。晃着晃着晃稳了，我们再可以反方向把我们的逆时针再晃起来，就不间断的去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协调，做一个适应就这么晃，晃着晃着身上就发热了。很多朋友说这个晃功每天晃多久？我告诉大家，你们去晃的时候晃个3分钟5分钟，身上发热了就行了，
做完以后啊，腿上酸酸的，身上酸酸的啊，微微有点酸，这种酸是很舒服的，这就到位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百念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很少有人会的晃功。这个晃功呢，咱们也被称之为老人功，或者称之为脾胃功。一般把它安排在晚饭以后30分钟以后去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消化。或者呢，把它安排在早上起床以后练完以后去吃饭，它能够很好的怎么样，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身体当中的精华。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晃功呢，还能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腿脚腰腹，所以也被称之为一个老人练的老人功，越练身体越强壮。所以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功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感觉好，怎么样？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呢，把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练一遍。好了，现在我来讲这个晃功怎么去做。首先，咱们练习晃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个古人定的规矩叫做背不离墙，背后一定要有一堵墙。这样的话，你在晃的时候，万一没晃好，背后靠着墙，人他就能保证一个什么呢？安全。好，第二点呢，我们要去找一下这个晃的感觉。所有朋友，你看一下我的脚和我的肩膀同宽，从侧面看一下，能感受到。来，我身体往前倾，看到没有？身体往前倾，倾到一个你最大的角度。来，侧面看一下，身体往前倾到你最大的角度。此时你的所有的力量压在我们的脚尖，你能感觉到五指抠地的感觉。好，在这个角度之下，我们来进行一个什么呢？左右摇晃，从左晃到右再从右晃到左，就这样，先晃回来，先找一下这个晃的感觉。那么在找这个晃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说几个重点第一个，你在晃的时候，双手放在我们的腿部。我之前给大家讲说这个晃功能锻炼到我们的腿脚，很多人他还感觉不相信，对不对？你现在把手放在我们的腿部，就像这样摸着，来晃一下，感受一下腿部肌肉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当你晃的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会自然而然的收紧。所以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呢也要向内稍微收一点，然后你随着越晃越大，你的肚子就开始向内收了它是一种本能的收紧。好，然后找到了这种晃的感觉以后，我们开始正式的开始练习。双腿比我们之前要再分开比我们的肩膀略微宽一些，膝盖要保证在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略微有一些弯。注意看我的膝盖是略微有些弯的不要完全的绷直，略微有一些弯，也不要弯的很多略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在这样的角度之下，我们进行一个晃动，从前开始往后晃。很多朋友说，大伟，你这个后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非常简单你看，人往后的时候，腹部收紧，手往前，形成一个什么平衡？所以在晃的时候，你的手会不自觉的去动起来来侧面看一下每天就这样，把我们的腹部收紧，然后呢往后靠一靠。为什么古人说背要靠墙？就是这个原理。你在晃的时候呢，其实你感觉这个动作可能做起来非常的轻松，但是你跟着我一样把我们的腹部收紧，每天就这样晃上一个5遍到10遍不要很快，就慢慢的这样去晃从前到后，刚开始不要追求什么，你的一个晃动幅度需要多大你一定要在动作标准的情况下，腿不要弯，不要动，慢慢的去做。当你慢慢的做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力，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幅度适当的进行增加慢慢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腿脚腰腹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同时呢，你在饭后饭前早上饭前晚上饭后去把这个动作练习练习，也是非常的好。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学会了以后，平常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跟着我一起慢慢的练，注意前期的感觉。当你掌握到这个感觉以后，慢慢的就可以自己独自练习了。好了，今天教学的内容比较详细，希望大家给咱们的视频点一个赞，你的一个赞会让更多人看到，无形之中也做了一件好事。我是大伟，感谢您的观看。在别人那里呢，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